男人只是不小心掉进了污水里，却没想到竟因祸得福，走上了人生巅峰。可就在他坐上车准备回家换衣服时，身体却开始止不住的颤抖，下一秒竟咳出一团黑色的粘稠物质。起初他并未在意，但强撑着回到家后，便一直趴在马桶上不停呕吐，吐出来的全是灌进胃里的核废水。一股强烈的寒意迅速占据全身，就算裹上厚厚的毛毯，依然冷得发抖。殊不知，他的身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醒来后，他竟莫名其妙地恢复了正常，甚至浑身充满力量。察觉自己没事，他便像往常一样去工地上班。没想到，竟意外撞上黑帮火拼，一颗子弹瞬间将他从18楼击落。按理说，这种高度摔下来必死无疑，可他只是躺在地上昏睡了几分钟，就突然苏醒过来。我不是从18楼摔下来了吗？怎么没死？他愣在原地，随即想到黑帮可能还在楼上，二话不说拔腿就往家狂奔。没想到一口气竟跑了几十公里，大气都不带喘一下，仿佛体内有无穷无尽的力量。回到家，他顾不上多想，只想赶紧处理肩膀的枪伤。可就在这时，楼下的邻居却在屋里大吵大闹，吵得他火冒三丈。他本只想警告对方安静点，不料一拳挥出，竟把邻居家厚重的钢门打出一个大洞。邻居吓得立刻躲了起来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身体的异常，为了验证猜想，他把几百斤重的衣柜拉出来，轻轻一推，竟直接将其掀飞，又钉上墙上的暖气片，随手一拽就拆了下来，再用手一压，硬是把铁片压成了手风琴的形状。看来掉进那盒废水后，他真的觉醒了超能力。为了进一步验证，这个一向贫困潦倒的男人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他戴上头套，悄悄来到一台提款机前，对着机器周围一顿猛砸，最后双手一使劲，竟硬生生把几百斤重的提款机从墙里拽了出来，直接扛回家。有了钞票，他立刻冲进便利店，买了一大堆最爱吃的冰淇淋，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。正准备给肩膀换药时，却惊讶地发现枪伤早已奇迹般愈合，肌肉也变得更加结实，仿佛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正当他震惊之际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惨叫。他出门查看，发现几个混混正在欺负女邻居。吉克本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平时连吵架都不敢，这次也只是假装路过，默默点了一支烟压惊。不料混混头子看他不顺眼，一巴掌扇过来，还骂他别在这碍事，随后竟一把将女邻居拽进屋里，意图不轨。危急关头，吉克突然破窗而入，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袖手旁观。混混中的胖子冲上来就是一巴掌，可对吉克来说简直像挠痒痒。下一秒，吉克竟硬生生将300多斤的胖子举过头顶，然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一把扔飞出去。另一个混混还想上前帮忙，但看到吉克的恐怖实力后，混混头子立刻怂了，带着鼻青脸肿的小弟仓皇逃窜。女邻居万万没想到，平日里唯唯诺诺的吉克竟如此厉害，瞬间成了他的小迷妹。为防混混报复，吉克将女邻居丽莎带回自己家暂避。可到了晚上，他却意外发现丽莎的包里藏着一份计划。混混打算抢劫运钞车，为了不让这笔钱落入坏人之手，吉克决定先发制人，提前把运钞车抢走。第二天，混混们埋伏在运钞车必经之路上，自信满满，以为手握枪械胜券在握。可当运钞车驶近时，吉克竟从天桥上不断朝车顶扔石头。车一停下，他纵身跃下，一拳击碎车窗，把司机扔飞出去，然后径直走向车厢，对着车门猛砸几下，轻松将其拽下，潇洒卷走所有钞票。混混们气得暴跳如雷，却因射程太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。回到家，吉克拿出最爱喝的酸奶，简单庆祝了一下。很快，蒙面劫匪抢运钞车的新闻登上头条，混混头子怒不可遏，发誓要将那戴头套的男人碎尸万段。而吉克则带着丽莎去商场疯狂购物，看中什么就买什么，毫不吝啬。本以为幸福生活就此开始，两人却在回家路上发生争执。丽莎一气之下坐上公交车准备离开，就在车子即将启动时，车身突然剧烈摇晃，原来是吉克用超能力抬起了车尾。他赶紧上车道歉，随后直接将丽莎抱回了家。但他忘了戴头套，这一幕被路人拍下并上传网络。很快，混混头子认出他就是吉克，
立刻带人杀上门来。即刻意识到危险，赶紧收拾钞票准备搬家。不料混混头子已堵在他家楼下，并一路追到一家旅馆。就在两人刚进房间时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接通后却无人说话。还没等即刻反应过来，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混混头子冲进来，一针麻醉剂射中他的肩膀。等即刻醒来，已被胶带绑成粽子。原来混混并非要杀他，而是想知道超能力从何而来。如果我们也有这能力，就能为所欲为。即刻不愿透露，混混便拿出手机，播放正在折磨丽莎的视频。无奈之下，即刻只好带她来到河边，说自己是喝了核废水才获得能力。混混头子绰号长毛不信，认为他在骗人。可就在这时，长毛的仇家突然出现，疯狂开枪扫射。混乱中，刚逃出来的丽莎和长毛都被流弹击中，当场身亡。仇家为毁尸灭迹，点燃尸体焚烧，长毛的尸体滚落河中，仇家这才满意离去。现场只剩即刻抱着丽莎痛哭。本以为故事就此终结，没想到第二天，一个浑身滴着黑水的男人竟从河里爬了出来，正是昨晚被烧死的长毛。原来他掉进核废水后也获得了超能力，起死回生。为避免吓人，他回家化了个妆，随即直奔仇家复仇，用超能力将对方全部送去西北。与此同时，失去丽莎的即刻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，突然遇到一起车祸，一个小女孩被困车内，周围无人敢靠近。即刻毫不犹豫冲上前，一把扯开车门，救出女孩。可就在此时，他惊恐地发现长毛竟在体育场安装了炸弹，打算炸死3万多人，报复社会。即刻深知必须阻止这场灾难，他借来路人的摩托车，飞驰赶往球场，但入口已被封锁。情急之下，他徒手挪开上千斤重的墙体，强行闯入。见到长毛后，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，双方都拥有超能力，激战半个多小时仍难分胜负。眼看炸弹即将引爆，即刻果断跳上车，载着炸弹冲向无人区。他来到一座大桥，准备将炸弹扔进河里，可长毛紧追不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即刻冲向手持炸弹的长毛，抱住他纵身跳入河中。轰！剧烈的爆炸声震彻河面，长毛被炸得四分五裂，而即刻因会游泳，侥幸生还。经历这一切，即刻终于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他知道，只要那核废水还在，城市就可能再次陷入危险。于是，他给自己戴上一个毛线面具，决定默默守护这座城市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